房价崩盘的那一刻，没有一个苏州人能全身而退。这是一个业主在小区微信群里的留言，也是一场10年地产梦彻底破灭的惊悚注脚。2025年7月，苏州这个被誉为长三角最坚挺2线城市的昔日明星，正在经历一场轰然倒塌的房地产大逃杀。不是缓慢下跌，而是断崖式的狂跌；不是稳中回调，而是血洗房东、腰斩资产、债务缠身的生死博弈。官方救市出政策如撒胡椒面，而市场则用冷酷无情的数据给出回应，没用就不活了。曾几何时，苏州是全中国房产投资客的梦中情城。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2019年，苏州房价暴涨近4倍。2010年突破万元大关，2017年直接冲上2万，2019年更是飙到均价2.58万元每平方米。而园区、姑苏这些核心区域房价则稳稳压在3.5万到4万元，一度逼近1线城市水平。这一轮上涨的起点正是2015年，那一年恰逢全国房改刺激政策大放水，苏州也开启拍地王的节奏。到2019年，苏州地价被拉到极致，半个月内连续排出3个地王，直接惊动了中央，住建部下场约谈点名，楼市才开始见顶。但高处不胜寒，自2019年7月后，苏州房价正式掉头向下，开启了长达5年的沉沦之路。据苏州市统计局数据，苏州商品房成交量的峰值出现在2020年，之后就一路向下。2024年全年，苏州新房成交量为429万平方米，同比锐减 26%， 成交均价为26637元每平方米，同比下跌 5%。而到2025年2月，价格继续探底，苏州二手房成交均价只剩 1.65万元每平方米，环比下跌 10.8%， 不少小区房价已跌回2015年水准，直接腰斩再腰斩。贝壳找房数据显示，当月挂牌的二手房中有高达64330套在降价，市场弥漫着割肉离场的绝望气息。看到楼市崩盘，苏州政府慌了。从2025年3月开始，一系列救市政策密集出台。高新区出台人才房票补贴政策，最高补贴200万元；工业园区启动圆梦未来计划，提供200万购房补贴；公积金政策升级，对2胎3胎家庭贷款额度上浮 30% 至 35%；住房公积金贷款利息补贴覆盖困难家庭，推出3D 一宽金融产品，首付低至 15%， 前5年只还100元每月本金。如果在3年前这些利好政策一出，市场或许会迎来新一轮高潮，但今天他们更像是一剂病入膏肓的强心针。苏州当地中介透露，政策出台当月成交量确有短期回升，但价格根本止不住跌。更关键的是，买房者已经对房地产失去信仰，他们不是买不起，而是不敢买，也不想买。市场的狂跌直接导致投资客陷入前所未有的焦虑与无助。近日有江苏网友爆料，苏州高新区的尚瑞阁小区正遭遇疯狂砸盘，大量投资客不惜血本抛售，甚至将整个狮山板块的二手房价格都拖入谷底。2年前，尚瑞阁130平方米的户型尚能卖到590万元，如今却已跌至约350万元，价格接近腰斩，连中介都感到难以置信。更关键的原因是，离尚瑞阁仅 1.4 公里的某新楼盘，开盘单价竟只有 1.8 万元左右，新房的低价策略进一步压缩了二手房的生存空间。一位苏州博主近日也感叹，苏州房价狂跌，让当年炒作出的泡沫被挤干净，许多曾经在市场中大肆挥霍财富的炒房人，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几百万、上千万的投资几乎归零，房产更是难以出手。
他指出，过去一段时间，苏州许多楼盘的价格暴跌了70%以上。这场剧烈的楼市调整让所有人的梦想破灭。曾经高高在上的房地产开发商，如今也愁眉不展，面临资产贬值甚至血本无归的窘境。更惨的是那些靠买卖吃饭的房产中介，他们不仅见证了苏州楼市的崛起，也亲历了如今的断崖式崩盘。苏州房产中介孟女士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经历。她带客户看一套95平方米、要价114万元的房子，客户看后表示满意，并约见房东谈价。然而，当客户见面后，竟直接开价70万元，让在场所有人瞬间安静。尽管孟女士劝说房主是诚心卖的，不能这么给价，客户却坚称我们最多加2万，他要卖的话，我们也可以买。房主听到后愤然转身离去，并对孟女士表示，去年有人出125万他都没卖，现在70万的报价太离谱了。据某中介公司后台数据，2025年上半年，苏州中介客户带看后成交率不足 8%， 很多人只是来看价格崩盘的笑话。更荒唐的是，有中介门店被迫裁员，每月只能成交1至2套，还要靠分期收佣金活命。过去10年，有一句话深入人心，在苏州买套房，躺着也能赚钱。现在这句话成了讽刺，房价腰斩，租金还在跌，甚至不少学区房月租金不足2500元，年化租金回报率不到 1.2%， 连以租养贷都成了笑话。高位接盘的房东背着40-50万贷款，每个月靠工资苦苦支撑，换来的却是资产不断缩水。苏州不再是天堂，它成了高杠杆时代泡沫破灭的坟场。在苏州这场房价雪崩中，最先跑路的不是刚需，而是那群曾经最相信房地产的人。一份2025年4月出炉的招商银行和贝恩公司联合报告指出，2024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中，有 37% 正在或计划将主要资产配置到海外，比例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这类人群在国内房地产的配置比重已跌破 20%， 从巅峰期的 50% 以上腰斩。而苏州正是他们的第一战场。苏州某私募基金合伙人直言，我们早在2022年就开始清盘房产，能走的尽量走，不走就砸手里。他曾在苏州园区囤了4套精装房，原以为房价跌一跌还会反弹，直到2023年发现挂牌半年没人看，才惊觉这波不是技术性调整，是信仰塌方。苏州上层人群最清楚政策逻辑，也最知道什么时候不能再赌了。他们用脚投票，逃得比谁都快。最惨的是那群曾被称为稳定社会主心骨的城市中产。我们看到的数据是冷冰冰的，但真正被撕裂的是几百万个中产家庭的生活结构。被套，房价跌去3-4成，卖也卖不出，租也租不掉，资产变负担。断供。据苏州某银行内部数据，2025年 Q1 该行个人住房贷款逾期率达到 4.6%， 为过去10年的峰值。跑路。贝壳平台数据显示，越来越多苏州房东以移民急售、出国清盘为由挂出房产，开价低于市场价 20% 以上。如果说苏州的崩盘还在预料范围内，那么更远的3-4线城市早已在地狱里挣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5月，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下跌城市达64个，其中超过半数跌幅超过 2%。而3-4线城市，如江西景德镇、河南鹤壁、辽宁锦州等地，甚至出现整栋楼打5折销售、买房送车、送装修、送学位的怪象。一句话，中国房地产已经不再是稳得住的硬资产，而是随时可能塌陷的巨大债务地雷。
而苏州是最醒目的警告灯。当所有人都不再买单，收场的只能是政府自己。从2023年开始，全国陆续有多个城市由国资平台兜底房企项目。2024年收储旧盘、政府回购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而苏州也不例外。2025年5月，苏州相城区国资平台宣布，计划回购部分停工楼盘，用作保障房。苏州工业园区推出集中租赁加企业托底机制，由开发商将滞销房产打包出租给大型用工单位。更有开发商透露，政府正鼓励其与央企合作保交楼，并对其债务提供贴息加延期。这背后说明一件事：房地产的系统性风险已经从市场问题转化为地方财政问题、金融稳定问题、社会稳定问题。而当国家出手兜底房地产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这不是市场的繁荣，这是资本的退潮。苏州不是孤立，只是开始。从杭州、南京到成都、天津，越来越多核心二线城市正在步其后尘。杭州，据克尔瑞数据，2025年 Q1 二手房挂牌均价已回落至2020年水平，多个热门小区跌幅超过 40%。南京官方统计2025年5月新房成交量仅为去年同期的 56%， 二手房成交量同比下降 37.2%。成都不少刚需小区1年内价格跳水 25%， 投资客集体清仓。这说明所谓核心城市更抗跌已不复存在。当苏州这样的明星城市都被泡沫淹没，还有多少城市能挺住？一个扎心的现实是，过去20年，中国人的财富增长几乎全部压在房产上，但这条路现在断了。从苏州泡沫的彻底破裂到全国楼市的系统性下行，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时代。这不仅意味着房子卖不出去，房东亏钱，还意味着消费降级、内需疲软、投资信心崩盘，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都在被牵连。当房子不再保值增值，当年轻人不再买房，当城市中产全面返贫，曾被视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支柱的房地产将成为最大的不稳定因子。苏州只是那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